大雄为什么要撞向红土大陆？贝加庞克的援军究竟是谁？大家好，我是朱亚笨。2023年的海贼王，尾田直接用3个悬案作为开篇，分别是某男子离奇坠机案、滴滴打人之5星接单人、弹间岛梦幻拉闸事件。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今天大家都是名侦探，1000年71话开始破案。第一起案件，大雄撞向红土大陆。动画一开始就给了大雄飞越大海的镜头，这一幕也是像极了514话路飞在香波地群岛被大雄拍飞的情节。肉球果实在把目标拍飞时，会很贴心的准备一个降落方式，熊掌状的反向冲击，来减弱落地时的冲击力，先进程度堪比火箭回收。然而这一次，大雄直接撞向了红土大陆，并且引发了爆炸，本人也是伤上加伤。肉球果实的降落方式并没有生效，换句话说，大雄原本并不打算在这里降落。之所以要理清这一点，是因为我们需要判断大雄的目的地究竟是哪。如果他一开始想要去圣地玛丽乔亚，那么他要么选择在红港降落，要么将自己派向更高的地方，而绝不是直接撞向红土大陆。大雄这次出发的位置是人妖王国卡马巴卡，卡马巴卡位于露露西亚王国附近，而露露西亚王国位于伟大航路前半段，所以现在挡住大雄的红土大陆应该是香波地群岛旧海军本部这一侧。对比905话时出现的红港特征，也可以印证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大雄是朝着新世界的方向飞行，他并不是想要来红土大陆和玛丽乔亚，只是被红土大陆挡住了。红土大陆在海贼王世界中是一条与伟大航路10日相交的环形大陆，它将伟大航路分成了前后2部分，前半部分称为乐园，后半部分就是路飞他们现在所在的新世界。虽然漫画中并没有给出这块大陆的高度，但尾田从侧面暗示了它难以被逾越，因为大部分海贼只能通过红土大陆下方的深海洞穴，也就是愚人岛所在的位置，穿过这片大陆。目前只有少数能力者可以用骚操作攀越红土大陆，比如革命军茉莉的推推果实，他也是凭借这个能力成为推进城历史上真正的守卫逃犯。现在对大雄来说，红土大陆的高度同样是一个难题。溜球果实既然可以把人拍飞，那么理论上应该也可以把人拍高。问题是红港的正上方就是圣地玛丽乔亚，这场骚乱已经引起海军的注意，想要越过红土大陆只会更难。本番中大雄看向世界政府标记的镜头相当耐人寻味，世界政府和天龙人即是剥夺他自由的仇人，现在又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急切地想要到大海的另外一边，但在这之前他还需要路过自己的伤心地。尾田对大雄这个角色实在是太残忍了。其实从他头撞红土大陆以及更早之前无视革命军同伴劝阻等等一系列行为来看，也能感觉到现在的大雄已经没有了人类正常的思维能力，他的行动十分机械死板，一旦决定了目的地，只管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完全不管过程中的阻碍，也不会懂得变通，既可以说是很冷漠，也可以说是很疯狂。本画中波尼也是再次逼贝加庞克恢复大雄，但贝加庞克明确表示无法做到，看来是真的很难变回去了，实在是让人揪心。但贝加庞克又补了一句，这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大雄很可能牺牲了自己的意识，而达成了其他的目的。联系到之前波尼在见到警卫熊时情绪失控的表现，所有人都把他当成和平主义者，只有波尼把他当父亲。会不会是因为身为女儿的他，从和平主义者身上感觉到了父亲的某种存在呢？我之前曾经提过一个猜想，就是大雄将自己的意识分成了许多碎片，并分散到了每一台和平主义者中。大雄实际上才是和平主义者军团最高权限的控制者，并且在等待有朝一日使用这个力量。贝加庞克是脑脑果实能力者，他能制造出6个拥有意识的分身，也证明他有能力分离人的意识。如果大雄的牺牲是为了真正的和平主义，那贝加庞克打算交给波尼的东西，也许就是大雄最后留给女儿的礼物。那么聊回1071话的行动，如果大雄的目的地是在新世界的话，他最有可能想要去的地方，应该还是此刻危机重重的弹间岛。就如同之前几期分析里提到的，大雄虽然失去了意识，但他与波尼之间应该存在某种联系。当波尼遇到危险的时候，大雄就会不顾一切前来保护。尾田特地刻画这段大雄撞墙的剧情，表面上看好像对主线剧情没什么作用，但是细品的话，大雄现在所在的红港还带着另外一群人。1054话中，黑马曾经提到，因为科波拉事件，阿拉巴斯坦王族的船只并没有返回，而是停留在红港。也就是说，此时伊卡兰姆、贝尔、加卡这些国王卫队都在红港，而大雄正好就是之前圣地骚乱事件的其中一名当事人，与杀害了科波拉的萨博关系密切。贝尔等人很有可能会来找大雄，利用当时的情况，特别是薇薇的下落，尾田也就可以顺势把科波拉遇害、薇薇失踪这条剧情线交代出来了。这也是圣地事件最后的谜团了，期待一下后续的发展吧。第二起案件，贝加庞克的神秘援军。好家伙，万万没想到弹间岛这个大舞台还在不断的增加角色。就在贝加庞克准备跑路前，又启用了隐藏在弹间岛内的另一名援军。按照爱迪生和毕达哥拉斯的说法，这个神秘人的立场是站在贝加庞克这一边的。从他与老贝说话的语气来看，似乎是曾经受过贝加庞克的恩情，就像藏头丸一样。但这个人又明显不是世界政府那边的人，只要他一出手摆明的立场，就无法继续隐藏身份，并且会遭到世界政府的追杀。也就是说，这个人很可能原本就是一名重要的罪犯，只是暂时躲在了弹间岛。他是海贼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由于尾田完全挡住了电话虫的正面，
我们无法判断他的外貌特征。但是尾田这样做也恰恰说明了他心里有鬼，因为就在这一话的末尾，卡普的电话虫出现，通过那个眉毛、胡子和渐渐的表情，我们一下子就能认出来是卡普。电话虫会模仿通话人的外貌，非常吸睛，而且基本上都是那个人最显著的特征。所以尾田故意不放出电话虫正面，也就意味着一旦我们看到，就会很容易猜出对方的身份。那么这个人就不太可能是全新的角色，更可能是我们之前漫画中见过的熟人。不过虽然分析到这一层，但潜在的选项还是有非常多。仅凭1071话的这点线索，我们还无法完全判断这个人的身份，只知道以他的实力能完全压制住 CP 肌肉。对比下藏头丸被陆琪碾压，这个神秘人如果能够同时压制包括陆琪在内的 CP 肌肉，说明他的实力要远在藏头丸之上。安迪生担心他出手后会被世界政府追杀，另一层含义就是默认了他不会在这里被打败。贝加朋克可以这么放心的把战场交给这个人处理，也默认了他一定有办法自己脱身。种种线索都指向这个神秘人有着很强的实力，于是范围进一步缩小。不过1071话留下的信息也都用完了，接下来我们需要从之前的细节里进一步推测嫌疑人的身份。故事还得从一顶斗笠说起。上一个篇章里，和之国小玉所在的村子名叫边利村，这个村子的人们都擅长编织斗笠。艾斯就曾经在这里学习编斗笠的方法，给小儿子 JR 编了一顶巨大的斗笠。草帽一伙离开和之国时，小玉送给了乔巴一顶斗笠，于是，在单间岛篇开始的时候，乔巴就戴上了它。后来就算掉到海里也没有忘记。登陆岛屿后，斗笠还牢牢拿在手里，直到看到了巨大巴菲，乔巴才把斗笠交给圣平保管。然后圣平也很贴心的把斗笠收进了自己怀里。小玉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斗笠看起来也和未来都市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尾田要在这个篇章里给这顶斗笠这么多镜头呢？目前漫画中有一名角色就是以斗笠作为主要特征，但是在1056话的分析里，我们在推测烧伤男的时候，就聊到了神秘的斗笠男。斗笠男曾经在漫画631话的扉页中出现，他在双指甲和库洛卡斯喝酒叙旧，画面中只有个背影，他戴着斗笠，留着长发，并且穿着竖条纹服饰。而这顶斗笠与和之国的非常相似，除了乔巴这顶外，和松从小就戴着一顶同款斗笠，很可能都是来自和之国9里的便利村。斗笠和草帽一样，都是遮阳工具，但它也可以用来挡住面孔，同时也是一种乔装的常用工具。斗笠男这个装扮有隐藏身份的意思。而罗杰海集团解散后，为了躲避世界政府的追捕，大部分船员都选择隐姓埋名，也与斗笠男的行为很符合。再加上他与库洛卡斯的熟人关系，斗笠男是前罗杰海集团船员的可能性相当高。如果按照这个推断，那么他这标志性的狂乱长发，目前最为匹配的就是罗杰海集团3号人物斯巴克贾巴。年轻时贾巴就是一头长发，一直延伸到腰部。讲真，贾巴要是没有这头长发，真的就像个路人。此外，贾巴还一直戴着一副墨镜，眼镜一直是海贼王中非常具有人物辨识度的一种道具。参考多弗朗明哥，那副眼镜就好像是焊在脸上的，唯一一次摘下还是在被路飞击败的时候。而明哥的电话虫都会模仿这副眼镜，可以想象贾巴的电话虫也很有可能会模仿墨镜，那么身份一下子就曝光了。这还没完，贾巴的特征除了长发和墨镜外，还有那一对斧头。虽然在漫画中从没见他出手过，但参考罗杰海集团的特点，船长和副船长都不是恶魔果实能力者，而是凭借强大的霸气进行战斗。贾巴作为3号人物，至少可以肯定他的霸气实力也不会弱。斧头加霸气就是贾巴的战斗风格。而在目前漫画中，有一个人与这种风格高度相似，就是刚刚出现在弹间岛扛着大斧头的战头丸。2年前战头丸在香波地群岛第一次登场时，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武装色霸气，能够将武装色霸气变成一副无形铠甲，隔空发动攻击。绝技逐空独行曾经碾压路飞。没错，这个级别的武装色霸气，后来路飞到了和之国才学会。战头丸领先了路飞好几个版本，尾田从来没有解释过战头丸的强大霸气从何而来，但参考路飞的霸气修炼，是因为找到了雷利、鲍尔兰、凯多这样的老师。那么战头丸会不会也有一个霸气高手当老师呢？如果贾巴一直隐居在弹间岛，他就是最佳人选。战头丸的双刃斧就好像是贾巴2把斧头凑在了一起，这2个人实在是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不禁让人浮想联翩。那么分析到这里，1071话这位神秘援军的身份，贾巴的嫌疑相当大，他符合目前所有的条件。不过也还有一些存疑的地方，比如为什么这个神秘人会在弹间岛，又为什么愿意协助贝加庞克？这中间空白的故事还需要等待填补。但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贾巴，那么他在此处登场的价值应该就是指路。最后那块下落不明的红色路标历史正文，毫无头绪的草帽一伙急需有人指示，而贾巴就是当年罗杰海集团的航海士，带过拉夫德鲁的船员之一，并且他还自带了一个彩蛋。当年在罗杰船上曾经出现过一枚神秘的巨蛋。弹间岛篇一开始，很多小伙伴也猜测这座岛屿与罗杰海集团的蛋有没有什么关联，这个秘密由贾巴来揭开，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到这里，第2起案件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来看第3起案件。边界穹顶突然拉闸。本话一开始，云层上的数字就达到了100，但在边界穹顶解除后，数字瞬间变成了000。这个时候2条警戒线还在，
等到陆奇他们来到上层时，已经看不到任何警戒线，就像一座普通的空岛。我们之前曾经猜测这个数字是岛屿引擎的进度值，但现在看来应该是指边界穹顶的强度，或者说是能量值。这个数值完全清零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操作，因为当时莉莉丝带着草帽一伙飞上实验层时，边界穹顶都维持了66，自己人通过尚且保持了警戒，更别说现在大敌当前。那么各方都对这起意外有什么反应呢？贝加庞克这一边，释迦、莉莉丝等人都很惊讶，因为此时主控制室内不应该有人，毕达哥拉斯通过监控也没有发现人影。边界穹顶解除时，广播同时响起，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符合程序的操作，主控制室并没有遭到破坏。很快毕达哥拉斯就修复了边界穹顶，也就说明边界穹顶相关的设备硬件也没有遭到破坏，否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马上复原，从头到尾更像是被误操作了。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想要帮助贝加庞克的援军干的呢？可能性也不大，因为陆奇等人的入侵打乱了已经制定好的计划。如果没有他们的干扰，莉莉丝已经打算带着30号出港，就目前的结果而言，对贝加庞克也是不利的。更何况如果是盟友做的，完全可以提前知会一声。再来看作为进攻的一方 ，CP0 也表现得非常意外，最后可能做点什么的司徒西直接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以示清白。他们的反应就是在告诉我们，与这起意外事故无关。陆奇担心这是个陷阱，从结果来说，他们刚到实验层，边界穹顶就恢复了，底下的特工和炽天使都被挡在外面，3个人要面对一个4环团是非常不利的因素，所以这绝对不是 CP0 计划中的行动。按照司徒西的想法，他们已经封堵了所有出路，完全可以等海军到来，原本是不需要冒险的。所以现在当事人双方都没有作案的动机，那么就有可能是第三方导致了这个结果，一个意外摸进了主控制室，不小心把边界穹顶关闭的倒霉蛋。不知道大家想起来没有，此时在实验层上还真有一位既不是贝加庞克草帽一方，也不是政府一方的家伙卡里布。之前在17065话，娜美他们刚刚进入实验室的时候，卡里布就被索隆劝下船了，但是他位于实验层，根本没有下去的方法，更何况人已经到了贝加庞克的实验宝库，他会这么轻易离开吗？按照卡里布的性格，更有可能混进其中，想要偷点什么，然后无意中在主控制室干扰了边界穹顶，闹了一次乌龙。卡里布的能力很擅长穿梭在建筑中，不易被人发现，因此毕达哥拉斯看不到人影是很正常的。而作为本作中最擅长偷听秘密的人，接下来他很有可能会听到贝加庞克与波尼的对话，得知大雄被改造的秘密，再次拿到一个重磅消息。当然，这个猜测比较虚，目前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支撑，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会相当有趣。那么聊完本话3个悬案，再来看看一些有趣的新的剧情走向。首先就是末尾出现的卡普，准备去海贼岛蜂巢救回科比，许多小伙伴都开始担心卡普的安危，甚至放出了狠话，尾田和卡普共用一张生命卡，然后开始从战力等等方面大谈卡普行动的成功率。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件事，卡普真的能和黑屋子对上吗？从时间线来说，黑屋子进攻女儿岛并掳走科比已经是几周前的事，而现在路飞他们登陆单间岛时，红星海贼团在冠军岛附近的海域遭遇了黑屋子海贼团的进攻。这场战斗与单间岛目前发生的事是并行的，也就是说，很可能卡普现在到达 G14 支部时，罗和黑屋子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帝奇这个时候并没有带上全团，从配置来说，只有1艘战舰和3个干部，既然不是碾压性的战力，那么这场战斗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会出结果。所以此时的海贼岛蜂巢是一个比较空虚的状态。卡普带上几名兽的，外加1艘军舰的战斗力，要抢个人出来还是很有可能的。谁知道现在卡普的船舱里会不会藏着个战国？更别提黑屋子那边还有一个亲自。亲自的立场至今还是个谜，但如果卡普有危险，相信他不会袖手旁观。尾田安排卡普这趟蜂巢之行，应该还是要继续引出38年前洛克斯海贼团的线索，甚至是神之谷的回忆，期待一下后续的进展吧。另一个剧情走向是基德海贼团的动向，作为3船长之一，他们的航线似乎是最顺利的，已经靠近了巨人国艾尔巴夫。从岛屿的剪影来看，也很像大妈回忆中的样子。基拉手中拿着了白纸，总感觉不是普通的海图。实际上在伟大航路里，你无法依靠海图进行航行，但基拉显然是靠它在辨别方向。海贼世界里有这功能的，也就是生命卡了。这张生命卡的大小远超一般人类的生命卡，很可能就是巨人族的生命卡。再联系到他们在合之国出航前，想要寻找那位烧山男，说不定这就是烧山男的生命卡。烧山男是巨人族的可能性又提高了一些。我们在之前1066话的分析里，曾经推测烧山男就是萨乌罗。如果这张生命卡真的是烧山男的，那么也算是这个推测的又一新证据。因为按照贝加庞克的说法，萨乌罗就在艾尔巴夫避世。不过期待了这么久的巨人国冒险，总觉得不会以基德海贼团的视角展开，他们很可能会在上面发生什么，但不会是重点交代，秘密还是要等待草帽一伙来揭晓。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71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本周没有漫画，按照情报师之前的表示，1072话的情报最快要1月16日才会出现。接下来这段时间，作本也会尝试一些新的海贼系列解说，在这个假期带大家重温曾经精彩的故事，敬请期待哦。